我是侯府婢女，少爷的一次醉酒成了我噩梦的开始。他纠缠了我4年，却从不肯给我名分。桃枝，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只是个奴婢，连给我做通房的资格都没有。我心里清楚，少爷真正喜欢的人是已有婚约的表小姐。慈安哥哥，这海棠花真好看，你再替我摘一朵吗？好，都听你的。直到这个未婚夫打完仗成了瘸子。我不要嫁给那个瘸子，他本来就是个庶子，不受相府待见，因为能打仗才受皇上重视，现在他又瘸了。桃枝，侯府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也应该为侯府出点力了。奴婢愿为表小姐替嫁。少你了。少爷能否给我一个名分？名分？桃枝，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宠幸你那是你的荣幸，不要妄想你得不到的。既然如此，少爷能不能放奴婢自由，别再纠缠奴婢？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怎么想走？可我还没玩够呢。桃枝，你记着，你是侯府的家生子，一辈子都别想离开侯府。你的爹娘是侯府的下人，你也只是个奴婢，你这辈子都只能是个奴婢。桃枝，你这气鼓鼓的模样可真可爱，就像那熟透的蜜桃。阿慈，是你在花园里吗？婵儿，这么晚了，怎么到花园里来了？阿慈，我远远瞧着像你，便过来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桃枝偷懒被我撞见，我正在教训他。办事这么不利索，侯府是白养你的吗？我看这个月的月金你也不必拿了。衣服穿成这样是想做什么？引诱少爷吗？你一个贱婢也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打这么重，手疼不疼？还不是被这贱婢气的。好了好了，犯不着和他生气。就算他有心引诱我，这种货色我也看不上。我早就知道，顾慈安真正喜欢的人是表小姐，可表小姐早早就和丞相的儿子裴昭定了亲。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侯府嫡出表小姐温婉贤淑，品性端良。丞相嫡子裴昭品行端正，年少有为，二人门当户对，年岁相宜。今朕亲赐良缘，钦定侯府表小姐许配丞相之子裴昭为正妻，则良辰吉日完婚，两家谨遵礼制，即刻筹备婚事，不得有误。钦此。所以顾慈安和表小姐注定没有可能。夜深了，我送你回房吧。阿慈，你对我最好了。表小姐说了，你品行不端，罚你在此跪上3个时辰，不准起身。桃枝，过来服侍我。少爷，我身子不舒服，今夜就放过我吧。我等下就让人给你煎药，只是风寒而已，喝了很快就会好的。凭什么？那裴昭本来就在相府里不受待见，现在还断了双腿，成了个瘸子，我怎么能嫁给一个瘸子？表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裴昭将军断了腿，表小姐要悔婚。祖母，您可要为我做主啊！那裴昭如今是个废人了，婵儿若是嫁过去，这辈子不就毁了吗？我哪里是嫁人啊？我这过去分明是守活寡，是受苦啊！您舍得吗？好孩子，婵儿不哭了，这事儿祖母给你想办法。祖母，婵儿说的对，裴家也太欺负人了，一个残废也想娶我们侯府的明珠，
这婚必须退。退婚是自然要退的，只是这裴昭前脚才刚为国负伤，我们后脚就上门提出退婚，传出去，世人难免指责我们永平侯府背信无义、趋利避害，这对侯府的名声，对婵儿你未来的声誉都不是。那怎么办啊？难道我真的要嫁给那个瘸子吗？别急，祖母是说得有个两全的法子才是，既能把婚退了，又不能落人口实。祖母，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可以替嫁。替嫁？是，找个府里的丫鬟带婵儿嫁过去，等生米煮成熟饭，裴家就算发现了也无可奈何。倒也是个办法，不过要找个和婵儿身形差不多的，免得出嫁时被人发现，闹出岔子。赵嬷嬷这是怎么了？这2天老盯着我们看，谁知道呢？许是老夫人又有什么新规矩吧？小心点，别被抓到错处。你抬起头来。谁啊？赵嬷嬷，不必多礼了。嬷嬷，您找奴婢有事？桃枝，老夫人找你。桃枝，今日喊你来是有件事要与你说。奴婢听老夫人吩咐。你可愿代替婵儿出嫁？侯府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也该给侯府出点力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替嫁，嫁去相府，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侯府了？是不是就可以摆脱顾慈安了？奴婢知道，奴婢愿为表小姐替嫁。桃枝，过段时日我就要娶亲了，我想过了，你这次替嫁也算有功。等你完成了任务，我就跟祖母说，给你个名分，让你做我的通房，也未尝不可。少爷，我来月事了。喏，赏你的，这是我正儿八经送你的头件礼物，你一定要时时带着，沐浴都不能摘下来，知道吗？想到要离开你一段时日，我走了，记住我的话，乖乖等我回来。走吧，快点走吧。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侯府这个牢笼了。本来是桩天作之合的好姻缘，可惜啊，那裴将军前段时日瘸了双腿。何止瘸腿，我听说那裴将军性情乖张，待人刻薄，在相府也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主，实在不是良配。我的未来在别人眼中是可怜，于我自己而言，却是逃离深渊的唯一踏板。哪怕前方是另一个未知的火坑，我也认。少爷回来了，顾少爷提前办完公差回来了。这是哪个丫鬟？身形和婵儿果是相像，我都快分不清了。之前在府上怎么没有见过？混账东西，这个时候多嘴说这些做什么？还有，这丫鬟之前就在你院里当差，你怎么可能没有见过？我院里替嫁，和婵儿相似的身形，自己院里的丫鬟。祖母，替嫁的人不会是桃枝吧？
慈安，不可胡来，吉时已到。祖母，你怎么能让她嫁出去？你知道她是我的人！住口！什么你的人？不过一个丫鬟。大局为重，你休要在此胡闹，误了吉时。吉时已到，起驾！我离开了，我终于离开了侯府这个牢笼。虽然前路未卜，但好歹还能看见一点微弱的光。新夫人，您先在这儿安心等着，等将军敬完酒，就过来为您挑盖头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个传闻中性情乖张的裴昭，发现新娘被调了报，会是怎样的雷霆之怒？你个死丫头，居然敢冒充小姐替嫁，真是活腻了！冒充替嫁不是侯府安排的吗？怎么到了相府就成了他一个人的罪责？我没有，没有，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狡辩？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嬷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奉了侯府老夫人的命令。姑娘，你就别犟了。我们刚接到永平侯府派人送来的消息，说是他们府上发现本该出嫁的崔婵小姐竟然被人打晕，反锁在了柴房里。侯府那边一口咬定是你，说你生了贪意，想要攀上高枝，自己不愿嫁，就打晕了小姐，然后趁机偷穿嫁衣替嫁过来。好狠，好毒的计！跟他废话这么多做什么？我们相爷知道后气得不轻，当场就摔了茶杯。他老人家发话了，我们丞相府丢不起这个人，命人即刻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丫鬟送回永平侯府，让他们自己清理门户。一旦被送回去，等待将是什么？顾慈安的暴怒，老夫人的狠辣，必死无疑。不能回去，绝对不能！这是你们侯府老夫人刚刚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你自己看看吧。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一个老夫人，真是算无一策。看完了吧？看完了就跟我们走，别在这儿脏了将军的婚房。不，我不能回去，我不要回去！
参见将军。将军，求您，求您别不要逃之！替家一事从头到尾都是侯府策划，我也是被迫无奈才诓骗将军。求求将军开恩，留我一条性命！放肆！将军面前岂容你胡言乱语！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住手！地上凉，别跪着，起来吧。将军，事情不是侯府说的那样，无需解释，我知道你是被迫，也知道永平侯府的老夫人撒了谎。很简单，你若真存了攀龙附凤的心思，又怎会选我这样一个断了双腿，在相府无权无势的瘸子？京中比我风光的王孙公子多的是，想来是崔家小姐嫌弃我如今这副模样，不愿嫁过来，又怕担上背信无义的骂名。老夫人想出了这么一个一石二鸟的手法。你叫桃枝，对吧？父亲的意思是想将你送回侯府，我却觉得侯府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必然不是什么好人家。你若是回去了，恐怕……现在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想回去，还是想在我的身边待着？我不想回去，将军，我不想回去。我愿给将军做一辈子的丫鬟，洗衣做饭，牛马犬马，只要能留下，我什么都愿意做。去，把散落在地上的红盖头取来，再备好合金酒。都和我行过拜堂的大礼了，还做什么丫鬟？你们都退下吧。那66台嫁妆，侯府都还回来了。明日我会让人清点入库，都登记在你的名下。总得有些银钱傍身，才有底气。不，将军，我不能要，那些都是表小姐的。现在，他们是你的，你是我的夫人，这些便是你的嫁妆，理所应当。时辰不早了，安置吧。我习惯了，自己可以。你怎么了？桃枝，莫怕，我不会碰你，安心睡吧。
那个冒牌货出来了。一个野丫头仗着有几分姿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手段，居然哄得将军认下了她。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我看他能得意几天。勾引将军的狐妹子，就是。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勾递夫人了？将军饶命！将军饶命！不敢了，奴婢再也不敢了。将军，夫人，把他们几个拖下去，每人20丈，以儆效尤。遵命，来人，带走。我再说最后一遍，桃枝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是这座院子的女主人。你们要像敬重我一样敬重夫人。以后若再让我听到半句对夫人的不敬之言，一律杖毙，绝不姑息。奴才遵命。你们都给我记住了，以后夫人的话就是我的话。从那之后，将军府内没人敢再对我不敬。夫人，你现在是将军府主母，以后府中的中费将交给你来打理。这是账本，你来看看。将军，我不识字。无妨，不识字学就是了。从今天起，我教你读书识字。桃枝，这是你的名字。桃枝，我的名字。将军，我的名字是不是太小家子气了？谁说的？一阵小风花杏草，先到小桃枝。你的名字不是小家子气，你的名字就是一场盛大的春天。一场盛大的春天。少爷，桃枝，偷懒被我发现了吧？信不信我让管事罚你月钱？少爷，我没有偷懒，我是干完了活才过来的。我也想学学写字。这是字啊，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鬼画符呢。少爷，我没有偷懒，你一个丫鬟学写字有什么用？不如学学怎么取悦我。只有把我伺候满意了，你才会过得好，知道吗？离这儿远点，打扰了少爷小姐学习，有你们好果子吃。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你记住，你现在是将军夫人了。来，我们从最开始的笔画开始学，横，然后顿笔。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这才知道裴昭的院子所有的人都会识字。之前在侯府，他们是不许下人识字的。不光侯府，天下所有大户人家几乎都这样。读书会让人诞生智慧，一旦有了自己的想法，就不好控制了。但在我这里没这样的事，你想学什么都可以。嫁进相府的这段时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平静、最美好的生活。每日的生活就是照顾裴昭的起居，然后就是跟着他读书习字。裴昭也和传闻中一样，确实不受裴香待见。父亲，大哥，哪怕战功赫赫，颇受皇上赏识。将军，您明明战功赫赫，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废人而已。不过这样也好，远离了争斗，倒是清静。夫人，门外有人给您送来一封信。给我的信？桃枝，今日戌时3刻，出来与我一叙。是顾子安，他来找我了。怎么了？谁来的信？没什么，是送错了的。
顾慈安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今晚没等到我，他会不会来相府抓我？他会不会告诉裴昭？不用这么辛苦，我这双腿一点知觉都没有，早就废了。我也已经接受了。今日怎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是白天席子太累了吗？没有，只是在想，明天该给将军做什么菜式好。夜深了，睡吧。不会有事的。夫人，这是给您的信，送信的人说务必交到您的手上。小桃子，这个镯子你要时时戴着，沐浴都不能摘下来，知道吗？之后的几天，顾慈安隔三差五派人来送信。起初信里带的只是朱餐、口纸等寻常物质，直到这天。夫人，您的信。恭喜顾世子高中探花，同喜同喜。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别怕，有我。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噩梦，回来了。好久不见啊，我的小桃子。小桃子，还想往哪里跑？世子慎言，我现在是将军夫人，还请你放尊重些。看来在裴府过得不错，珠圆玉论了不少。桃枝，我给你送的东西，你都看见了吗？约你这么多次，你都不出来见我，你还真以为你嫁了人，就成了什么金贵的将军夫人，敢在我面前拿强了？怎么，翅膀硬了？你别忘了，你夫君是个双腿残废又快死的瘸子，单说他要是知道你和我之间的事，你猜猜，他还能不能继续留你在相府？那如果崔婵知道了你我之间的事儿，又会如何呢？我想侯府的世子夫人应该不会容忍自己的丈夫和昔日的婢女纠缠不清吧。桃枝，你敢威胁我，但很可惜，这点事情威胁不到我。我已经娶了崔婵，她这一辈子都只能依附于我，她知道了又能如何？顶多是与我闹闹脾气，难道还能离了我去？这件事传出去，毁的只会是你，不是我。桃枝，你是个骗子，明明答应了要乖乖等我回来，可我回去时你却穿着喜袍嫁给了别人。你知道你出嫁那天我在侯府里发了多大的火吗？做人不能忘本，乖乖去城南的春香楼等我。我可以考虑帮你隐瞒此事。
桃枝，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今夜春香楼，去还是不去？不去。很好，好一个贞洁烈女。裴将军，躲在那里看了这么久，不累吗？裴将军来得正好，有兴趣知道我与令夫人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吗？桃枝，过来。回席吧，我有些饿了，想喝碗粥。没兴趣，不想知道。可是，我很想说，怎么办呢？裴将军应该不知道吧？你现在娶的这个宝贝夫人，其实4年前就跟了我，你应该知道吧？够了，闭嘴！裴昭，你疯了！我说的句句属实，可没有半分虚言。你气什么？你还真以为桃枝是什么好姑娘吗？她先是恬不知耻的引诱我，见从我这里讨不到名分后，又转头和你在一起。嫁到相府之后，我还给她送了不少东西，这些你也不知道吧？不过，她倒是很有意思，人欲罢不能。也是可惜了，你如今双腿残疾，就算是送到你面前，你也……今天的事情，你要是敢传出去一句，我保证你的下场会很凄惨。裴昭，我懒得与你争论，你注定是早逝的命，日后如何还不是我说了算。将军，4年前我确实被顾慈安夺了身子，这4年在侯府，他也一直没有放过我。当初虽是老夫人命我替嫁，但我自己心里也很愿意，因为这是我逃离顾慈安的唯一方式。到底是欺瞒了将军，桃枝对不起您。这些时日，谢将军的照拂和厚爱。我会即刻离开裴府，不碍将军的眼。桃枝，你真的是欺人太甚！将军，桃枝，你会因为我双腿残废看不起我，嫌弃我吗？不会。将军10岁参军，是少年英才，这双腿是将军保家卫国的象征，我怎会因此嫌弃将军？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嫌弃你？你也是受害者，这一切又不是你的错，我怎么会怪你，嫌弃你？我只是觉得自己认识你太晚，让你平白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
也恨顾慈安手段卑劣，占着身份地位对你做尽那样的事。桃枝，你没错，你只是在艰难求生。肮脏不堪的人是顾慈安，你依然干干净净。将军，别哭了，以后有我。你成婚后就时常心事不宁，就是因为顾慈安用这件事情威胁你，对吗？你应该早早告诉我的，什么都不跟我说，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将军，桃枝，其实洞房的仪式我们还没走完，还差最后一步。今天我们……好。顾慈安欠你的，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加倍奉还。裴昭，你注定是早逝的命。桃枝，将军，将军，怎么心不在焉的？想问什么就说出来。将军，顾慈安昨日说你注定是早逝的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无非是他被打昏了头，心中不服，胡言乱语罢了。你当个笑话就行了。从那天起，我真正体会到了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不用再担心随时可能到来的打骂和羞辱。而裴瞻为了让我有自保的能力，每天除了教我读书认字，还会抽出时间教我习武。手腕要稳，出剑要快，眼神要狠。桃枝，你要记住，你习武不是为了上战场，也不是为了欺负别人，而是为了能保护自己，是为了以后再碰上顾慈安那样的人时，你能让他再也伤害不了你分毫。裴昭，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来人啊！快来人啊！叫太医！叫太医！快去宫里请太医！太医，将军他到底是什么病？要不要紧？夫人，恕老夫直言，将军这不是便是中毒。将军当初在秋木战场遇伏，想来那伤他的剑祖上做了辽国特制的领香毒，此毒十分阴险，前几个月毒性被压制，尚未显现，如今毒性一发，蔓延至四肢百骸了。那可有解药？夫人，节哀。这领香毒霸道无比，据老夫所知，没有解药。没有解药？不可能，怎么会没有解药？太医，您再想想办法，您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老夫已尽力，夫人还是早做准备吧。那我还有多少时日？回将军，此毒会慢慢侵蚀您的五脏六腑，若是好生静养，或许尚有3年；若是劳心劳力，短则1年，长则3年，短则1年。不哭了，桃枝，不哭了。你一哭，我的心就难受的厉害。桃枝，你看，我现在不还好端端的在你身边呢？3年已经很长了。
你注定是早逝的命。是顾子安，是他！永平侯府和辽国定然私下有所勾结，要不然顾子安怎么敢那么笃定地断言你命不久矣？他一定是早就知道你中了领香毒，而且知道这毒没有解药。桃枝，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秋木一战，辽国损失惨重，只要赢了那最后一役，我们就能将他们驱逐百里，夺回幽州。那一役，我们排演了无数遍，本来以为稳操胜创，可辽军就像事先知晓了我们的所有部署一样，从小路包抄突袭，时间、地点、人数都卡得无比精准。当时两军在峡谷相逢，地势对我们极为不利，辽军还早早派了人到悬崖上放箭、放火炮，做事定要取我的性命。那这次战役，我手下的兄弟们牺牲了很多，活下来的也大多身负重伤。回京后，我反复思考，总觉得很不对劲，像是有人提前给辽军通风报信。是永平侯府吗？不止他，还有我爹裴相。我爹和永平侯一样，都是三皇子一党。三皇子为了登上帝位，暗中和辽国勾结，所以我爹出卖了军情。可那是你的亲爹啊！虎毒尚不食子，他怎么舍得这样对你？桃枝，他是一个连国家都可以出卖的人，你能指望他有多少良心？他有很多儿子，我只是其中最不听话、最碍着他事的那一个。为了他的权势，为了他辅佐的新军，他便想方设法除掉我这个眼中钉。桃枝，我就是怕疼，所以反应才大了些，其实没那么疼的。桃枝，你的身体怎么能再去战场？正因为我的身体撑不了多久了，所以才更要去了此残生。国仇家恨，总要有个了结。夫君，带我一起去边疆吧。好，桃枝，我们一起去。收网！捷报！桃枝，我午夜梦回时，常常会梦见过去死在秋木的兄弟们，他们浑身是血，声声泣血，让我为他们报仇。如今，我终于做到了。桃枝，看见那儿了吗？那里就是幽州。30年前被辽国侵占，是我毕生的心愿，也是我娘一辈子的执念，就是能重新夺回它。桃枝，我是不是从没和你讲过我的身世？我娘死前念念不忘的，只有我和她的故土，可她的尸身只能被草卷凿着，葬在京中，回不了家。后来，我遇见了你，
看见你的第一面，我就想到了我那深陷在泥沼中的娘，想到了那个孤立无援的自己，所以我很想拉你一把。后来，我在无数个日夜里庆幸当初是你提家，让我在人生的绝境里遇见了希光。桃枝，我好像从来没有直白地和你说过，我爱你。裴昭，我亦如此。2月27，辽军主力被歼灭，大军长驱直入，剩下的辽军无力阻挡，节节败退。直到我们攻下了幽州城，这才彻底宣告战争的全面胜利。时隔30年，幽州终于被夺了回来。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幽州打下来了！幽州打下来了！将军威武！将军威武！娘，幽州我夺回来了。桃枝，不必为我难过。以我的情况，死在战场便是最好的结局了。不要哭，桃枝，你青春正盛，还有大好年华，你也应该去追寻自己的自由了。桃枝，我该走了。桃枝，我爱你。我也爱你。参见皇上。起来吧。裴爱卿在出征前，用未来收复幽州的军功向朕讨了一个承诺。裴爱卿告诉朕，夫人早年在侯府过得并不好，他想让你自己去亲手报仇。桃枝，你来做什么？怎么，看到裴昭那个瘸子不受丞相待见，又活不了多久，你又想回来求我收留？我来送你上路。你？桃枝，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一个贱婢，也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但只要你现在伺候好我，我还可以大发慈悲，让你继续做我的奴仆。顾慈安，你以为你还有以后？永平侯府伙同三皇子通敌叛国，被诛九族。如今的你，不过是个苟延残喘的阶下囚。不可能，不可能！我顾家世代权贵，怎么会被诛九族？贱婢，一定是你在诅咒侯府！我打死你！而你之所以还没死，是因为皇上特意将你留给了我处置。不，桃枝，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桃枝，我错了，当年是我混蛋，不该那样对你。但我心里是有你的，我给你送过银镯，你生病了我还亲自派人来给你看病，我对你是有心意的，只是我一时放不下身段。你不是想要名分吗？你放过我，等我出去，我一定娶你为妻，好好对你一辈子。这个世上唯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了结了京城的恩怨后，我没有留在繁华的京城，而是选择再次回到漠北。皇帝因为感念裴昭封我为郡主，并赐给了我一座幽州城的宅邸。每次站在这座高墙上，我都会忆起往事，会想起曾经那个任人欺凌、
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卑贱的女孩。可当时的她怎么也想不到，未来她会脱下婢女服，穿上战甲，在战场上杀敌。夫君，你用生命夺回的土地，我为你守着。你说我的名字是一场盛大的春天，如今我终于活成了我自己的春天。